考古学家在北京房山长沟镇发现了一座神秘的大墓，打开后竟挖出世界上最大的棺材，足足有10重结构的棺椁。更离奇的是，当最内层被掀开时，专家们全都倒吸一口凉气，里面竟似乎有活人存在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秘这座古墓背后的故事。这起发现要从2011年说起，当时房山一个叫坟庄村的地方准备开发建设文化硅谷园区，根据规划，村北的一片荒坡正好位于建筑用地范围内。然而这片荒坡在当地老人口中可不简单，他们世代流传着一则传说，坡下埋藏着一座极为庞大的古墓，村名坟庄便由此而来。传说墓主人是一位叫达摩王的神秘王侯，他的棺椁镇压着一个通往地下水域的海眼。相传如果擅自触动这位达摩王的棺椁，就会引发滔天巨浪，吞没周遭村落。村民世代担任守灵人，不敢随意挖掘。上世纪50年代，当地人在荒坡上还能捡到许多散落的食人食兽残件，可见此墓规模非凡。难道这里真有一座千年古墓？直到2011年9月，北京市文物部门的考古队进驻坟庄村，这个传说中的古墓才终于露出真容。考古人员在荒坡上进行了拉网式勘探，每隔1公尺打钻探孔，耗时2个多月，陆续探明这一带地下埋藏着战国、唐、辽、金、明、清等各个时期的遗存，多达130多处。其中最大的发现正是村民口中的那座大墓。11月，随着铲土作业推进，一座超大型墓葬的轮廓逐渐显现出来。考古队员们惊讶地发现，这座地下墓室面积竟达500-600平方米，足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。墓道长达34米，宽15米，整体呈5室1厅格局，中央是主墓室，前方有厅堂，两侧有耳室和侧室，后方还有后室。如此规模，在唐代墓葬中极其罕见，远超一般王侯级别，仿佛一座地下宫殿。更让人瞠目的是，墓中还出土了雕刻精美的石门立柱、残破的石虎雕像等构件。依照古代礼制，墓前竖立食人食兽，只有帝王和最高等级的权贵才能享有。难道我们发现的是一座帝陵？一时间众说纷纭，许多媒体推测这可能是金代某位皇帝的陵墓，甚至有人怀疑这里埋葬的会不会是曾经迁都北京、下场凄惨的金国海陵王完颜亮。毕竟完颜亮在历史上臭名昭著，他弑君篡位，暴虐无道，最后自己也被部下所弑，死后连帝号都被剥夺，葬处成谜。传说金朝皇陵所在的金陵附近曾重新安葬过完颜亮，位置记载为主陵区西南40里。巧的是，这座长沟大墓距离金陵主陵区约40里，让人不禁浮想联翩。当地传说的达摩王，会不会就是指完颜亮这位北方少数民族的皇帝呢？考古现场捡到的几枚大定通宝铜钱更加深了这种悬念。这是金世宗在1178年铸行的钱币，而金世宗正是完颜亮的政敌和继任者。墓里出现金代铜钱，似乎暗示着这座大墓和金朝皇室有某种联系。种种猜测一时甚嚣尘上，考古队也倍感压力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墓主人身份很快就水落石出，并非完颜亮，而是一位更早时代的异常土豪。随着发掘深入，墓室内陆续出土了带有文字的文物。2013年3月，考古队在主室中清理出一张庞大的石质棺床。这块汉白玉石棺床长约5公尺，宽约3公尺，高高垫起在墓室正中，如同祭坛。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，石棺床从上到下分为6层结构，每一层的侧面都雕满不同图案。最上层是形态各异的兽面浮雕，有的瞪目露牙，有的面带笑容，栩栩如生。第2层是以翻卷的祥云纹，第3层刻着富贵的牡丹花，第4层是瑞兽奔走，第5层隐约可见彩绘的莲花瓣纹，第6层则为简笔勾勒的卷草纹饰。整座棺床层层叠叠，样式仿佛一座须弥宝塔，又好似精心设计的10重棺椁。考古人员从未见过如此复杂奢华的棺床设计，
就连明清皇帝陵寝中也找不到类似规格。一位考古专家惊叹道：“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豪华10层棺。”考古队小心翼翼地继续发掘，由于历经盗掘和岁月侵蚀，墓内的景象混乱不堪，巨大的墓顶早已坍塌，泥土和碎砖灌满各个房间，墙壁上隐约可见盗墓贼当年点火照明留下的烟熏火燎的黑色痕迹，显示此墓曾多次遭到光顾。然而最引人注目也最完好的就是这座宏伟的石棺床，棺床上的外层石椁已不见踪影，可能早在古代就被盗墓贼拆走充当建材，内层的木棺也朽坏破碎。随着清理深入，考古人员发现棺床中央留有一个圆形深坑，直径约 1.5 公尺，深约 1.7 公尺，直通地下岩层。这就是传说中海眼的真身溪，古人称其为金井，是帝王陵墓中常见的设计，相信可沟通天地，镇压邪祟。在棺床周围散落着一些残存的人骨，经鉴定，这些骨头属于一名成年男性。然而让专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墓主人的骸骨并不在原本棺椁的位置，而是凌乱地散落在一旁，宛如被人移动过一般。更奇怪的是，大墓里始终没有发现墓主人的配偶按墓室规划，墓主人应与夫人合葬，但现场既未找到女性遗骨，也没有迹象表明女主人安葬于此。一座夫妻合葬墓，丈夫的尸骨凌乱，妻子的尸骨竟不翼而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有人提前一步进入墓中，把遗骸搅得乱七八糟，甚至将墓主夫人的尸身偷走了吗？种种细节让人不寒而栗，仿佛坟中发生过一场离奇事件。考古队员不禁联想到那句耸人听闻的传说，里面竟然有活人。当时的情景虽然没有真迹活人站在眼前，但扑朔迷离的遗迹仿佛在昭示，这墓里的确有过某个活人的身影。一个不该存在于此的人闯入了这片永眠之地，是盗墓贼吗？还是墓主人本人曾复活过？随着清理的推进，墓室里终于出现了直接指明墓主身份的关键发现。2013年5月，考古人员在主室北侧发现了一盒精美的木质石碑。木质由上下2层石板构成，上板称为木质盖，刻着墓的标题，下板称木质志石，正面刻有墓主生平文字。这块木质盖通体以彩绘浮雕装饰，篆书描金的标题刻成5行21个大字，边缘则雕刻着12生肖拢于文丽怀抱的奇特图案，工艺极为精湛。这样华丽的木质在全国范围内都属罕见。6月22日，考古队使用吊装设备小心翼翼掀开木质盖板，终于看清了志石上的铭文。人们期待已久的墓主人姓名浮现在眼前，刘氏讳记。原来这座千年古墓的主人是唐朝幽州卢龙节度使刘季。消息一出，举世哗然，一座误以为是帝王陵的豪华大墓，竟然属于唐代的一位节度使。墓志记载也证实，刘季并非寿终正寝，而是死于阴谋与鲜血之中。这不禁令整座古墓的氛围更加诡谲。难道墓中那些异常现象与这位将军悲剧性的死亡有关吗？让我们把时间倒回1100多年前的唐朝中后期，看看刘季其人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。刘季生于唐德宗年间，是当时幽州节度使刘烹的次子。那时正值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时代，幽州节度使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，可以世袭罔替。刘家祖孙3代统治幽州，长达36年，其中刘季接替父亲掌权25年，是幽州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节度使之一。史书对刘季的评价颇高，称他年轻时文武兼备，曾赴长安科举，高中进士，治军理政也颇有手腕。刘季继承幽州镇后，雄心勃勃，既想安抚朝廷，保持表面恭顺，又想扩张实力，自立为王。在他的经营下，幽州城繁荣一时，他本人更是僭越无度。据考古发现，他下葬时所用的规格完全按照皇帝级别来打造，从豪华的壁画、成群的石雕侍卫，到6层汉白玉棺床，无不透出帝王气象。生前享尽荣华的刘季，死后也要风光万丈，难怪他的陵墓会让人误以为葬着一位皇帝。可是一介藩镇节度使建礼建造、5室1厅的巨大墓葬，
不怕触怒朝廷吗？或许刘季认为，凭借自己手中重兵，朝廷也奈何不得。他大概没料到，真正让他走向毁灭的，不是皇帝的雷霆震怒，而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。刘季晚年的结局，惨烈的几乎像戏剧桥段。10载元和14年，刘季因常年征战劳累，身患重病，卧床不出。他有3个儿子，原本长子刘伦被确立为继承人，但次子刘总暗中不满，觊觎父位已久。此时朝廷正大力削藩，刘季内心本就惶恐焦躁，无暇分辨是非。狡猾的刘总趁机散布谣言，游说父亲说，听闻朝廷对您屡请病假很不满意，准备趁机让大哥接班呢。刘季一听大惊失色，以为朝廷在挑拨骨肉，顿时怒火攻心，绝食不进，一病愈加沉重。刘总见父亲病情垂危，开始布下毒计。他假装日夜侍疾，趁父亲口渴要水时，将毒药悄悄下入汤药之中。就这样，一代雄主刘季被亲儿子活活毒杀，终年53岁。刘总为了夺权，不仅谋害了父亲，还紧接着假传军令，支开毫无戒心的长兄，派人在半路将大哥刘伦残忍杀害。弑父杀兄后，刘总矫诏隐瞒了真相，对外谎称父亲因病去世。他以次子身份顺理成章继承了幽州节度使之位。唐朝廷明知刘季死因可疑，却乐于见到藩镇内斗削弱实力，于是顺水推舟承认了刘总的统治地位。刘总表面上如愿掌权，成了幽州的新霸主，但等待他的并非高枕无忧的荣华，反而是无尽的噩梦与懊悔。史书记载，刘总自此夜夜难眠，疑神疑鬼，经常半夜惊坐而起，仿佛看见父兄冤魂索命。他胁迫几百名僧人日夜在宅中诵经超度，希望驱散心魔。然而恶行的阴影丝毫未减，刘总终于害怕到不敢待在权力中心幽州城，决定向朝廷请求让位出家。他上表唐穆宗皇帝，痛陈自己愿意削发为僧，将统治的幽州卢龙镇领地全部献还朝廷。唐穆宗大喜过望，不仅批准其请求，还赐予他大觉法号作为出家人的名号。于是长庆元年，刘总披上皇帝赏赐的袈裟，离开了令他心惊肉跳的幽州，孤身上路，准备前往长安出家为僧。可是天网恢恢，报应不爽。就在前往长安的途中，刘总突然暴毙于定州驿站，年仅35岁。有人说他是暴病而亡，有人说是自知罪孽难赎，惊惧交加而死。民间更盛传是父兄冤魂不散，最终锁走了他的性命。刘总终究没能逃脱命运的审判，带着一身未尽的忏悔走向了黄泉。至此，刘季一族3代雄踞幽州的辉煌，也在亲人相残的血腥中落幕。可以想见，刘季死时满腔愤恨难平，他恐怕做梦也没想到，害死自己的仇人竟是枕边长子。这等人伦惨剧，在古代史中都极为罕见。也难怪坊间传言刘季冤魂作祟，使逆子噩梦缠身，不得善终，仿佛这位亡灵始终活着，以另一种形式进行复仇。明白了刘季父子的悲剧，我们再回头审视刘季墓中的那些疑团，就有了合理的解释。首先，墓志记载刘季因病于某年7月去世，11月就下葬完毕，从选址建墓到入殓仅用了4个月时间，整个丧葬过程异常仓促。如此庞大的墓穴，仓促施工，难免粗糙潦草，难怪石棺床上第5、第6层的纹饰只来得及用墨线勾勒，没来得及细雕。第2、3层的浮雕也浅淡粗略，唯独第1层兽面雕刻较为精细，这正是赶工遗留下的痕迹。推想当时情形，刘总毒杀父亲后匆忙举办丧礼，为掩盖罪行需要尽快下葬，因此工匠们无法完全依照原计划完工，只能草草将墓室收尾了事。其次，墓中夫人张氏的尸骨不见，很可能与盗墓者有关。刘季死后11年，幽州短暂归顺朝廷，唐廷派官员接管。此后几经战乱更迭，刘季墓极可能在辽金时期反复被盗。考古发现墓内盗洞累累，墓顶也坍塌无踪，足见历代贼人早就把墓中值钱东西洗劫一空。张氏的遗骸可能在某次盗墓中被暴徒丢弃移走，古人盗墓时往往会粗暴翻找随葬品，
对遗骨恣意践踏，甚至丢出关外，有时还会把尸骨拖散以搜刮身上的陪葬珠玉。从现场看，刘记骸骨散落，夫人不见，就是典型的盗墓破坏痕迹。如果真如此，传说中棺材里有活人，其实指的正是这些闯入古墓的盗墓贼。试想某次盗墓行为中，一名盗贼钻入棺椁，拖出尸骨，扒取随葬珠宝，在黑暗中鬼鬼祟祟活动，远远看去，不就像棺材里爬出一个活人吗？或许那次盗墓贼点火照明，熏黑了墙壁，搬动棺木触发了机关，甚至打开了棺底，金井露出漆黑深洞，引得旁人联想海眼汹涌，吓得落荒而逃。这些情节经过口耳相传，被夸大演绎成了骇人听闻的灵异故事。千年以来，坟庄村的老人们把它说给儿孙听，才有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段传说。不过，古墓中的谜团虽已解开，关于活人的话题却没有结束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古墓里的活人绝非仅仅指盗墓贼这样的不速之客。有些帝王将相生前狂妄自负，追求长生不老，妄图死后成仙，于是墓中常会出现各种与活着有关的疯狂布置。也有一些残忍暴虐的统治者，生前竟以活人殉葬，真的把活生生的人封进墓里，陪自己长眠。这些都让后世的人每每打开古墓时，仿佛能看见活人的影子在幽暗中晃动。我们不妨从这两方面来一探古代墓葬的秘密。首先，谈到古人对抗死亡的妄想，不得不提长生不老药。自古帝王将相大多惧怕死亡，他们费尽心机炼制所谓仙丹妙药，期望长生不死。秦始皇派方士寻求不老仙药的故事家喻户晓，他服食的所谓仙丹其实含有大量汞，结果不但未能长生，反而中毒身亡。西汉以来，儒道盛行，不少皇帝贵胄沉迷炼丹服药，幻想羽化登仙。考古工作者在不少古墓中都发现过所谓仙药的痕迹。最震撼的例子之一发生在2019年，河南洛阳出土了一座西汉古墓，墓中有一只密封良好的青铜壶，里头盛着大约3升多的浅黄色液体。起初专家以为那是保存完好的古酒，毕竟汉代以来就有厚葬美酒的习俗。然而当他们小心翼翼取样检测，结果大跌眼镜。这壶液体的主要成分不是酒精，而是硝石和白矾等化合物，正是道教丹药典籍中记载的长生不老药配方。也就是说，汉代的炼丹术士真把这剧毒的东西当成仙药供奉给墓主人，希望他九泉之下服用后能起死回生，长生不死。这是中国首次在考古实物中发现传说中的长生药液，令世人叹为观止，同时也让人不胜唏嘘。所谓仙丹不老药，多半是剧毒之物，生前服用往往折寿。中古史上不少皇帝因服丹药而短命早逝，可见长生幻梦何其荒谬。更早之前，1965年在南京出土的一座六朝古墓里，考古人员也发现了200多颗深红色药丸，经化验含有硫磺、汞、砷等成分，正是古代盛行一时的50散丹药。这药丸在当时被奉为驻颜益寿的灵药，实则慢性毒药，服久必死。科学检验为所谓仙丹做了注脚，长生不老不过镜花水月，死亡终究无法被期满。可是古人宁可信其有，将仙药陪葬，希望死去的身体在墓中药浴灵液，起死回生。当考古队员打开墓葬时，看到的便是保存了2000年的仙丹佳酿，仿佛墓主人随时要醒来，一饮而尽，长生不死。此情此景，不正像棺中躺着一位沉睡未醒的活人吗？除了丹药之外，最著名的不腐之尸现象也一度让人误以为古墓中藏着活人。中国古代一些高规格的墓葬，由于密封严实，陪葬防腐物质丰富，能令尸体保持异常完好的状态。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西汉马王堆辛追夫人墓。当年打开棺椁时，人们惊呆了，这位沉睡了2100多年的汉代贵妇肌肤仍有弹性，四肢柔软如生，血管里甚至还残留着暗红色的血液。她全身皮肤白皙润泽，看上去仿佛刚刚去世不久，俨然就是一个穿越千年的活人。科学家经研究发现，
辛追夫人的棺内充满了能防腐抑菌的液体，并且棺椁层层密闭，加上墓室深埋地下，恒温缺氧，才造就了这不可思议的软尸体。近代也时有相似发现，例如2011年江苏泰州一座明代古墓中出土了一具保存完整的女尸，容貌衣着宛然，眉毛睫毛清晰可见，仿佛睡梦中人。考古人员小心擦拭她身上的黑色泥浆后，露出浅黄色的透明液体，这可能是她遗体得以千年不腐的秘密所在。一时间，当地村民传言纷纷，有人说这女尸是得了仙药长生，死而复生，也有人干脆称她为千年女鬼。当然，随着遗体暴露，空气迅速氧化干缩，传说中的活人很快化作了平凡枯骨。但这些离奇的现象无不反映出古人对生命不息的执念。于是我们看到，在黑暗幽深的地下墓室里，有丹药，有水银池，有不腐的遗体，处处透露着墓主人对起死回生的殷切期盼。他们希望肉身不朽，魂魄长存，甚至有朝一日重返阳间。传奇故事里那些修道成仙的人物，例如八仙之一的吕洞宾，更是引人遐想。据说吕洞宾曾在山西留下坟墓，后人发现时却不见遗骸，只剩衣件，活脱脱一出羽化登仙的佳话。这类传说虽无法考证，但古墓里空空如也的棺木常常激起种种猜测。墓里的人去哪儿了？难道成仙飞走了吗？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好奇心，人们才对古墓悬念丛生，甚至编织出千年古棺现活人这样耸动的传闻。讲完求长生的荒诞，再来看看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活人殉葬现象。在古代，某些帝王希望死后仍想有人赐奉，竟残酷地将生者作为殉葬品一同埋入墓中。这意味着，当墓门封闭时，里面被关进去的是一具具还有呼吸和心跳的活生生躯体。这些被迫殉葬的人，大多是君王的嫔妃、侍从或奴仆，他们在黑暗窒息的墓穴中等待死亡降临。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商纣王、秦始皇等都曾以活人殉葬。虽然汉唐以后中原王朝多明令禁止此等惨烈习俗，但一些地区仍偶有发生。考古工作屡屡揭示出殉葬的血泪场景，例如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就发现了一具身披金缕玉衣的王尸旁，四周散布着至少15副年轻男子和侍女的白骨，他们生前应是南越王的侍从，被一同杀死殉葬。一座距今2300多年的战国楚国贵族墓中，竟惊现多达46具妙龄女性的遗骨，这些少女全部赤裸陪葬，其中不少骨骼姿势扭曲，显示死时经历了极度痛苦，场面惨不忍睹。考古学家推测，墓主人应是楚国王族后裔或地方诸侯，生前豢养歌舞妓女，死时将他们集体殉葬。一时间，考古队员站在墓旁无不感到脊背发凉。谁能想到眼前这华丽的地下宫殿，竟曾经是数十条年轻生命绝望挣扎的死牢。封墓那一刻，46个大活人被活埋于暗无天日之中，耳畔听着厚重石门轰然闭合，内心是何等恐惧。他们之中，有的人或许要几小时甚至几天后才会慢慢窒息而亡。当考古人员1000年后推开石门，映入眼帘的已是白骨缠绵。可谁能不联想到当年他们哭喊挣扎的凄惨？每一具殉葬骸骨仿佛都在控诉，这墓里曾经的确有鲜活的生命，他们带着悲怨在黑暗中死去，是真正的活人殉葬。考古学家曾认真探讨过，一个活人被封在墓室里究竟能撑多久。一般来说，大型墓室虽空间较大，但密闭环境下氧气有限，二氧化碳逐渐增加，即使不被砒霜毒酒提前害死，靠自然空气，几个时辰到1-2天也会因缺氧而昏迷致死。如果墓中点燃了灯烛或存在多人，更会加速耗尽氧气。换句话说，那些被殉葬的人逃无可逃，只能在黑暗中绝望地等待死亡降临。想到这里，我们或许会明白，为什么古墓总让人感到阴森可怖。因为有太多鲜活的生命与悲剧被永远封存于冰冷墓墙之内。当考古者步入墓室，就如同闯进一座死亡之牢，
那窒息的气息似乎仍在诉说着昔日活人的恐惧与不甘。难怪每当这类墓葬被发现时，新闻标题总爱写专家胆寒，不敢相信。面对如此残酷的历史真相，谁的心能毫无波澜呢？综合以上种种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：千年古墓里真的有活人吗？就拿刘季墓来说，当年传闻的活人其实是两种不同含义上的活人，一个是闯入墓道的盗墓者，一个是当年墓中长眠却心有不甘，仿佛未死的亡灵。前者让村民误以为棺材蹦出了活鬼，后者则以复仇的方式活在仇人心中，不断索命。再推而广之，看遍历史长河，那些古墓中的所谓活人形形色色，有的是古人天真的起死回生梦，有的是残忍暴君的活人殉葬，有的则是盗墓贼的黑影或不灭的亡魂。随着现代科学和考古的发展，这些谜团一一被解开，仙丹不老药被证明是毒，长生梦碎。不腐遗体的秘密在于物理化学环境，并非真有长生不死。那些墓中心腹侍女的白骨，更让人们直视古代殉葬的血腥与残酷。如今我们早已抛弃了活人殉葬的野蛮习俗，也不再相信黄金丹药。然而，人类对长生和未知的向往依然存在，只不过换成了追求科技医学的突破。或许若干年后，当未来的人们回望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努力，会发出与我们今日面对古墓相似的感慨：战胜死亡是多么漫长而迷离的一条路啊！话说回来，刘季的故事虽然以悲剧告终，但他的墓葬及生平资料的出土，为历史研究填补了重要的一环。考古学家从墓志和史料对照中了解到，刘季夫人张氏在丈夫死后不久也去世。刘总这个弑父的逆子，或许是出于愧疚，在母亲下葬时格外用了心。张氏的墓志制作得极为豪华，甚至超过了刘季本人，可谓变相的厚葬了母亲，同时也洗白了自己。他在母亲墓志中大书特书自己的孝行，却只字不提另外两个被他害死或废掉的兄弟，以至于后世若非结合正史，都无从知晓这段父子兄弟相残的内幕。纸包不住火，千年后墓冢重见天日，一切隐瞒终成绝唱。刘总机关算尽，到头来人财两空，落得个抱憾含恨而终。他精心营造却又仓促收尾的刘季大墓，也终于被世人发现。当棺床上一层层绚丽的雕饰重见天光，墓主人从黑暗中被重新请出来，仿佛也是在向世人诉说着自己那段尘封的悲喜。墓里没有真正长生的活人，但刘季的故事和他经历的恩怨却通过层层考古发现而活了过来。考古队员凭着出土文物还原出大唐藩镇割据的一幕幕生动剧情，让幽州那段战乱岁月的12时辰鲜活再现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妙的穿越。正所谓视死如是生，古墓就像一座舞台，凝固的历史正在其中沉睡。而当我们揭开棺盖，一切往事仿佛重新苏醒，人性的贪婪，亲情的悲剧，对生命永恒的追寻，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在眼前。这或许就是古墓给后人的最大启示。真正长存的不是肉身，而是故事和精神。刘季虽然死去千年，他的遗骨甚至散落无存，但他的爱恨情仇透过青史和墓冢流传下来，反倒以另一种形式永生。那些企图长生的帝王最终没能带走生命，却无意间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个关于生与死的警示预言。今天我们讲述这座千年古墓的种种奇事，是为了遥祭对历史的敬畏与思考。在这幽深的地下世界里，最大的棺材、10层棺椁、墓中活人等等耸动传闻背后，其实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历史教训。有权力傲慢带来的悲剧，有愚昧求仙导致的荒唐，也有无辜生命被牺牲的血泪。当尘封的墓门再次敞开，长眠者无言，但历史之声却格外清晰地回响在我们耳畔。或许每一座古墓都是先人给我们后人的一堂课，在漆黑的墓道中仰望光明，我们更能体悟生命的可贵，谨记那些为妄念付出惨痛代价的教训。古墓不语，仍能长存，活人终老，但精神长生。千年古墓已然沉睡，
然而其中的故事永远鲜活。下次当你再听到古墓里有活人这样的传奇时，不妨想起刘基的棺椁和那段真实的历史。一座坟墓就是一部尘封的史诗，我们打开棺盖，读懂的不只是离奇的轶事，更是一个文明对生命与永恒的追问和回答。历史的长河川流不息，只有珍惜当下的生命，才能不负前人在黑暗中留下的警示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们既为古墓中绝美的文物叹服，更为那些尘封的生命动容。希望透过这段奇人异事的解密，每个人都能有所思考。在历史的长夜里，人终究无法不朽，但智慧与记忆可以灯火相传，生生不息。现在，你眼中的活人是否有了新的意义呢？让我们怀抱敬畏，继续探寻历史长河中的更多奥秘。